萨尔浒大战之前呢，努尔哈赤有一句名言，管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击溃敌方的主力，无论对手搞什么花样都不怕。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欢迎来到包明说。今天呢，我们说的话题是北约试图把手伸到亚洲。4月5号，北约的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说，将首次考虑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胁迫性的政策。7号，北约外长同全球合作伙伴的外长们举行系列会谈，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日经亚洲报道说，北约希望深化与亚太国家之间的合作，以阻止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看来北约正在试图把手伸向亚洲，理由呢，竟然是中国不跟风站队制裁俄罗斯。北约的这一动态源自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拜登政府的所谓重建美国，这个重建的含义是彻底的否定特朗普时期的政策，让美国回到全球帝国的路线上来，把中国要限制在一个地区性的政治角色的位置上。但是美国的国力是严重的衰退要更大程度的借助盟国的力量，因此呢，美国必须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和西端做资源整合。另一个背景就是乌克兰战争，乌克兰危机给北约的未来增添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俄罗斯已经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和决心，要动用武力来阻止北约的步步进逼。只要北约不敢出兵干预，不敢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俄罗斯就一定能够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对象？中国有多大的决心动用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是超出北约的预期，还是不如北约的预期呢？这些问题对北约国家来讲呢，都是迷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组织北约国家和自己的东亚盟友进行联动，交换经验，交换看法，这是双方的战略需要。美国试图在亚洲地区组织反华联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主要的抓手有这么几个。首先是南海问题，美国已经多次试图利用南海问题组织东南亚国家的反华联盟，特别是2016年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但是除了当时的菲律宾政府之外，所有的南海周边国家，即使是那些与中国有领土领海纠纷的国家，都没有响应。此后呢，美国还启动了所谓南海自由航行计划，不远万里调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家的军舰，试图在南海巡游一番。但是这些国家的战舰气势汹汹的出发，宣传的调门很高，但是到了南海之后，就不约而同的是贴着菲律宾的海岸线北上，通过巴士海峡离开南海。美国最想拿来作为抓手的是台湾问题。虽然有立陶宛、捷克这些欧洲小国响应美国的挑唆，但是传统的欧洲强国却没有一个胆敢拿台湾来挑战中国的底线。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都不会看到北约与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会建立真正的军事同盟关系。除此之外，美国对新疆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的干涉，虽然得到了欧洲议会和欧盟的呼应，但是并没有发展到要动用北约的机制的这种程度。对中国来讲，有什么办法来应对西方、应对北约的这种图谋呢？萨尔浒大战之前呢，努尔哈赤有一句名言，管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击溃敌方的主力，无论对手搞什么花样都不怕。从今天美国集团的情况来看呢，无论北约还是东亚，除了美国自己，并没有第二个值得一提的军事强国。英国和法国的军事实力已经是严重的衰退，能够进行海外部署和海外干涉的兵力不多，不足以撼动中国。日本有海上自卫队，虽然看起来拥有数量比较大的舰队的规模，但是从兵力配置情况来看，它主要是偏向于反潜和反导，进攻性力量的建设还刚刚起步。至于澳大利亚的海空力量，可能连第一个攻击波都支撑不过去。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只要美军被打垮了，自己的存在就没什么价值。这一点呢，
在朝鲜战争当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所以我们时刻瞄准美军进行整军备战，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只要美国人失去了和解放军正面对抗的勇气，那么无论是北约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无法对中国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